第7回，八卦炉中陶大圣，五行山下定心圆。从前有句古话，富贵功名是命中注定，做人不该贪心过度，保持光明磊落的心态，忠诚与善良的果报是深远的。那些心高气傲的人啊，常常会因天命的惩戒而遭遇不幸。你问我这是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自高自大，不顾既定的规矩。话说天上的孙悟空被天兵天将押送到斩妖台，用各种武器攻击他，都无法对他造成伤害。南斗星君命令神仙们用火焚烧他，用雷电轰击他，既未能奈何他分毫。那大力鬼王无计可施，只好向玉帝报告这个情况，说这个大圣肯定学到了某种神奇的护身法门，常规手段对他全然无用。玉帝一听也感到头疼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太上老君提出了一个计策，说孙悟空之所以身体坚不可摧，是因为他偷吃了蟠桃、玉酒还有老君的仙丹。这些丹药在他体内经过三昧真火的煅收，已经将他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躯。老君建议把他放进八卦炉中，用文武之火重新锻炼，炼出他身体中的仙丹，让他化为灰烬。玉帝听后同意了这个方案，于是六丁六甲将孙悟空解开，交给老君带回。老君领命后，把孙悟空带回兜率宫，放进了八卦炉中。这八卦炉是根据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对八卦布局的。孙悟空聪明绝顶，找到了巽宫的位置，钻了进去。巽代表风，有风的地方火就燃烧不起来。结果他只是眼睛被烟熏红了，从此有了火眼金睛的本领。话说那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已经过了49天的火炼，就在老君认为丹药已经炼成的那一刻，打算开炉收工。不晓得里面的大圣孙悟空早就跃跃欲试，准备大展拳脚了。那一天，炉门一开，孙悟空双手护眼，正揉着被烟熏得通红的双眼。突然间炉头一声巨响，他一睁眼看见了久违的阳光，忍不住心中的喜悦，一个猛子跳出炉中，啦的一声将八卦炉蹬倒，直往外冲。那些看炉的道士和丁甲天兵想要拦截，全被他一个个撂倒，就像是一头脱缰的野马，无人能挡。太上老君见状赶来拦截，却被孙悟空一拳打得颠倒跟斗，老君的长袍都被风力吹得翻飞。大圣取出耳朵里的如意金箍棒，一甩手就变回原来的大小，手舞足蹈的在天宫里大闹一场，连九曜星神和四天王都躲得远远的。在这一连串的混乱中，孙悟空犹如回到了昔日闹天宫的荣光。只见他左挥棒打东方，右挥棒击西方，无一神仙敢于近身。他的身影一会儿在通明殿前，一会儿在凌霄宝殿旁，横行无忌。正当天庭神仙束手无策时，右圣真君的副将王灵官挺身而出，手持金鞭挑战孙悟空。他大喝一声：“泼猴，尔敢猖狂！”不等他说完，孙悟空已经举棒迎上，两人在凌霄宝殿前你来我往，鞭棒相交，战得天昏地暗。这场大战不仅展现了孙悟空的神通广大，也让所有观战的神仙惊叹不已。就在这激烈的战斗中，太上老君派出了更多的雷神将军围攻孙悟空，但他依旧游刃有余，化身为三头六臂，手持3条如意金箍棒，如狂风暴雨般的反击，使得雷神无法接近。孙悟空在战场上真是让人难以接近，他的气势和能力就像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珠一样，总是光芒四射，永恒不灭，这让人怎么能学得来呢？他身处火中却不被烧伤，深沉水中也从未溺水。他的身体犹如一颗闪亮的宝珠，无论是剑还是枪，都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。孙悟空的性格双面，他可以做出善良的行为，也能显露出邪恶的一面，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当下的决定。
正如眼前的善与恶，全凭他一念之间的选择。这种自主的能力，不仅使他在战斗中无往不胜，也让他在命运的道路上能够自由地选择前行的方向。那孙悟空在天庭大闹，雷将和神兵都束手无策，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玉帝。玉帝见事太严重，只好派由玉灵官和义圣真君去西方求助于佛祖，希望能有办法让孙悟空安分一点。由义灵官和义圣真君一路快马加鞭，来到了灵山前的雷音宝刹，他们对四金刚、八菩萨行了大礼，然后小声传话给佛祖。佛祖听说了玉帝的困扰，决定亲自出马，让这位齐天大圣有所收敛。佛祖带着阿难和迦叶，风风火火地来到天庭，一到门外就听到战斗的喧嚣。原来是36员雷将围着孙悟空轰轰烈烈地打得火热。佛祖一挥手，雷将们立刻停手，让孙悟空现出原形。孙悟空一看到佛祖，火气更大，嚷嚷着：“你是哪位高人，竟敢拦我？”佛祖笑着说：“我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释迦牟尼，你这般猖狂，不知从何而来，又是如何得道成精？”孙悟空自豪地介绍自己的来历和本事，说自己怎样修炼成仙，怎样学会了72般变化，还能登云跳跃108000里。他不满天庭的束缚，希望能换玉帝下台，自己来当老大。佛祖听后只是冷笑几声，提出了一个挑战：如果孙悟空能从他的手掌心跳出去，就让他赢，天庭便由他来管；如果做不到，就得乖乖回去再修几劫，不要再来天庭捣乱。孙悟空信心满满，认为自己一定能轻松跳出佛祖的手掌。于是一场关于力量与智慧的较量就此开始，结果却出乎意料，将孙悟空的命运带向了一个新的方向。当孙悟空听到佛祖如来的话，他心里暗自窃笑，认为如来太过天真。他心想，我老孙一筋斗就能跳过108000里，这佛祖的手掌连1尺都不到，怎么可能跳不出去？于是他自信满满地问道：“你真的能决定这件事吗？”佛祖如来微笑住答道：“能，当然能。”随后他展开了巨大如荷叶的右手，孙悟空随即收起如意金箍棒，抖擞精神，一跃而起，站在佛祖的掌心中。他大声宣布：“我出去也！”接着他如同光影一闪，速度极快地消失了。佛祖以其深邃的智慧眼目注视着，见到大圣就像风车般快速旋转，不断前进。在行进中，孙悟空忽然看到5根肉红色的大柱，上面环绕着青色的气流。他心想，这里必是天的尽头了。这次回去后，我可以让如来作证，凌霄殿就该是我的了。然而他又转念一想，等等，我应该留下点记号。于是他拔下一根毫毛，吹了一口仙气，喊道：“变！”将毫毛变成了一支墨笔，在那中间的柱子上写下“齐天大圣到此一游”。写完后，他不再保持尊重，还在第1根柱子的底部撒了一泡尿，以示标记。之后他又翻转筋斗云，直接返回原地，对如来说：“我已去过，现在回来了，现在该轮到玉帝把天姑让给我了。”如来听后责怪道：“我把你这个不孝的猴子，你其实根本没有离开过我的手掌。”大圣不相信，坚持道：“你怎么可能知道？我确实到了天的尽头，那里有5根柱子，我还留下了记号。不信的话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”如来回答：“不用去，你只需低头看看便知。”孙悟空一言低头一看，惊讶地发现自己之前所到之处的记号“齐天大圣到此一游”，竟然就写在如来的中指上，指根还带有尿骚气。大圣惊呆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把字写在天边的柱子上，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指上？难道他有预知未来的魔法？我不信，不信！我再去一次！大圣再次试图跳跃而出，但这次被如来一掌翻转，退出西天门外，将5行山压在他身上。
将他牢牢固定。这样，猴王的闹剧终于被制止。佛祖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，确保他不再造反。此后，众神和修行者们对如来的智慧和力量赞叹不已。话说那孙悟空，虽然再次想要逃脱，但还没来得及再次跳出去，就被佛祖如来一掌翻转，直接推出了西天门外。这一掌厉害非常，佛祖将自己的五指变成了5座巨大的山峰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合称五行山，轻轻地把这只顽劣的猴王压在了山下。围观的众雷神以及阿罗和迦叶尊者见状，皆双手合十，齐声赞叹道：善哉，善哉！当年那猴子从卵中化形学做人，立志修行，原本前途无量，但一时的贪念与骄傲，让他走上了歪路，逆天而行，甚至凌犯圣人，偷盗仙丹，最后恶果累累，终于自食其果，不知何时才能翻身。就这样，佛祖如来终于制服了孙悟空，便带着阿傩和迦叶回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正在此时，天蓬元帅和天佑神急匆匆地从凌霄宝殿跑出来，禀告佛祖道：请佛祖稍待，我主玉帝驾临相谢。佛祖听后回头观望，果见远处八景鸾鱼、九光宝盖缓缓而来，伴随着玄妙的乐声，天空中飘散着无数宝花和清香。玉帝驾到，亲自谢道：多亏佛祖大法降服妖邪，解除了天庭的危难，希望佛祖能多留一天。我们打算请诸位仙家共聚，设宴答谢。佛祖合掌谦逊道：老僧只是奉大天尊之命前来助阵，法力微薄，应该感谢天尊和诸神的洪福，岂敢承受此大礼。玉帝立即传下旨意，命令云部神仙们分头去请三清、四御、五老、六司、七元、八极、九曜、十都以及千真万圣起来赴宴，共同感谢佛祖的恩德。玉帝还下令4大天师、9天仙女张罗准备，并开启了玉京金阙、太玄宝宫和洞阳玉馆，邀请佛祖高坐七宝灵台。宴会上龙肝凤髓、美酒佳肴，甚至还有珍贵的玉叶蟠桃，准备得极为丰盛。不久之后，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、太清道德天尊以及五气真君、五斗星君、三官四圣、九曜真君、左辅、右弼、4大天王、哪吒等各路神仙灵通映照而至，他们的旌旗飘扬，翻盖成双成对，随著珠宝和异宝闪闪发光，带着寿果奇花，向佛祖前行礼拜献上，并齐声说道：感谢如来无量的法力，降服了那妖猴，今日蒙大天尊设宴，呼唤我们前来致谢。请问如来，这场盛会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呢？如来接受了众神的请托，微笑着说道：既然如此，那就称这次盛会为安天大会吧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各位仙人异口同声地赞叹道：好个安天大会，好个安天大会。随后，众神仙都坐上座位，传杯换盏，簪花鼓瑟，宴会上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有诗为证：宴设蟠桃侯，搅乱安天大会盛蟠桃，龙旗鸾鹿祥光霭，宝节众幡瑞气飘，仙乐弦歌音韵美，凤箫玉管响声高，琼香缭绕群仙集，宇宙清平贺圣朝。回顾了之前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的混乱场景，并强调这次的安天大会无比成功，甚至超越了原来的蟠桃会。会场的壮丽景象，龙旗和凤鹿车笼罩着祥和的光芒，宝节、壮幡在空中飘扬，锐气升腾，充满了神圣的氛围。大会上的音乐之美，仙乐飘渺，凤箫与玉管的乐声响彻云霄，充满了庄重与喜庆。最后，众仙齐聚一堂，周围环绕着琼香瑞气，天庭宇宙清平，共同庆祝圣朝的和平与繁荣。众仙欢聚在安天大会上，气氛融洽和乐。忽然，
王母娘娘带着一班仙子、仙娥、美姬、美女翩然而至，款款飘舞至佛前，向如来行礼，说道：之前的蟠桃会被妖猴孙悟空搅乱，今日多亏如来大法练所完侯，让安天大会得以喜庆举行，虽无什么可谢，如今我特意净手亲摘了几颗大蟠桃，奉献给佛祖。这蟠桃可真是稀世珍品，半红半绿，芬芳扑鼻，散发着仙界的甘美香气。这颗神奇的果实历经万载才长成，其美丽与稀有更胜武陵源上的桃子。紫色的纹路娇嫩无比，清甜的果核堪称天下无双。食用此果，能延年益寿，焕发青春。若有幸品尝者，自然非凡。佛祖合掌感谢王母娘娘的贡献。王母娘娘随即安排仙姬、仙子开始演奏歌舞，仙乐与曼妙的舞姿充盈了整个宴会，群仙皆赞叹不已。正如诗中所描绘，缥缈天香缭绕全场，仙蕊与鲜花辉映四方，玉京金阙光辉灿烂，无数珍奇异宝难以估量，一对对神仙享天奇寿，万劫岁月不减，福祉增长。即使沧海桑田变幻无常，神仙们依旧自在安然，无惊无虑。正当王母安排的仙姬和仙子们进行着歌舞表演，觥筹交错，宴会热闹非凡时，忽然一阵异香扑鼻而来，惊动了满堂的星辰和神宿。天仙与佛祖们皆放下酒杯，抬头望向香气的来源。只见霄汉之间，一位老者出现，手捧灵芝，身披祥光，他所持的葫芦中藏有万年仙丹，宝录中记载着千纪长寿。这位老者便是南极仙翁，他自由穿行于天地之间，心中平和，无拘无束。他悠然自在，曾多次赴蟠桃宴饮酒，喝醉后醒来，依然见那皎洁的明月高挂天际。这位长耳大头、身形短小的老者正是南极寿星，乃南极之地的长寿神。南极寿星到达后，先向玉帝行礼，随后又对如来佛祖表达感谢之情。他说道：以为此事已定，但不料他又逃出天庭，如今多亏如来大法将这妖猴降服，因此我闻讯赶来，设宴致谢。虽无珍贵之物，特意奉上紫芝瑶草与碧藕金丹，聊表敬意。寿星的诗中写道：碧藕金丹现世家，如来寿命犹如恒沙，清平永乐三成锦，康泰长生九品花，无相门中真法王，色空天上是仙家，乾坤大地皆称祖，丈六金身福寿奢。如来佛祖欣然接受了寿星的奉献，并向他表达谢意。寿星随后入座，和众神仙一同继续传杯换盏。就在这时，赤脚大仙也来到了宴会现场，他先向玉帝行礼，随后对如来佛祖表示感谢，感谢佛祖降服妖猴，我特意带来2颗焦梨和数枚火枣，表达我的敬意。随后赤脚大仙的诗如下：大仙赤脚献枣梨，敬献弥陀寿无期，七宝莲台稳如山，千金花作锦斑妆，寿命同天言不谬，福如洪波说不虚，福寿无边真个是，西方极乐清闲地。这首诗赞颂了佛祖的无限寿命与福祉，并表达了赤脚大仙对如来的尊敬与感激。宴会上，仙人们纷纷献上珍贵的果实和诗词，气氛充满了敬仰与和谐。如来佛祖再度向众人表示感谢，并指示阿傩、迦叶将各位仙人所献的珍品一一收好。随后，他向玉帝和众神道谢。宴会上的仙人们都已酩酊大醉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巡视的灵官前来报告，那大圣又伸出头来了。佛祖微笑道：不妨事，不妨事。佛祖从袖中取出一张帖子，上面写着6个金字：阿玛那巴口弥轰，并将这帖子递给阿傩，指示他将其贴在五行山的山顶上。阿傩遵者领命，取出帖子，迅速赶到五行山顶，将这张帖子紧紧贴在一块4方石上。瞬间，
那座五行山立刻稳固生根，缝隙闭合，压得孙悟空只能呼吸，手脚被固定，无法挣脱。阿傩回来向如来报告，已经将帖子贴好了。如来随后向玉帝和众生告别，并带着二尊者离开天门。在走出天门后，佛祖又发了一颗慈悲心，念动真言咒语，召唤来一位土地神，并命他和五方揭谛一起守护这座五行山，负责看管孙悟空。佛祖还特意交代，若孙悟空饥饿，就给他铁丸子吃；若口渴，就给他融化的铜汁喝。等到他承受完所有灾难时，自会有人来解救他。正如师所言，妖猴大胆犯天宫终被如来手中降，可是铜汁来度日，即使铁丸续时光，天灾人祸苦挨过，命长也算喜悲凉。若能英雄再挣脱，他年定奉佛西方。还有一首诗：曾逞豪强兴风雨，降龙伏虎不服输，偷桃偷酒游天府，受恩遇惊藏心恶，恶贯满盈遭此困，善根犹存气不断。拖出如来手掌日，待到唐朝遇圣僧。究竟孙悟空要被压多久，何时能脱困，这得等到未来唐朝的高僧出现才能知晓。至于具体的时间，且待下回分解。